这个美军从阿富汗撤军以后呢，表面上给感觉到，美国好像是抛弃了这个阿富汗，然后中共呢抓住这个机会呢，就使劲的宣传，也做了一些动作。其实呢，这符合中共的战略企图。中共的战略企图，它就是要挑拨美台之间的关系，因为70多年以来，台湾问题解决不了，主要是美国夹在中间。只要美国夹在中间，中共就没有办法解决台湾问题。所以，这对中共来说是一个机会。那么，主持人刚才讲到了，他现在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的，他打这个鸡血呢，同时呢，他文攻武卫，他有一些军事动作，啊，我们大家有的看，中共，从16、17号开始，在台湾的东南、西南和基本上除掉东边以外的整个的台湾海峡这块进行军事演习，而且规模挺大。以前军事演习很少出动海军的军舰，都是飞机过来比较多。这次出动了大量的军舰，这是一个现象。第二个呢，他的军舰055军舰甚至穿过了对马海峡，到了台湾海峡，到了日本海，这是一个非常要关注的这个现象。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就是，他的运八巡逻机居然进入了台湾的演习的靶场，这里是从来没有过的，就是加大对台湾的压力，就告诉台湾人，告诉台湾，美国不可靠，我们中共强大，这纯粹是一种心理战。实际上，中共是不会对台动武的，因为他在对台动武之前，他必须要打一场反介入作战，必须让美国、日本这态度清晰化，把他们逼出去，把他们吓阻住。所以这些演习看起来对台湾是一种威胁，实际上他是在做给美国人看的，他必须要跟美国要打一仗。那我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怎么跟美国打一仗？啊，这一仗免不了，不打，美国不退出第一岛链，他打不了台湾。他凭他现在的状况，美日联军的协防，他没办法打台湾。那他为什么要跟美国人打一仗呢？就是我们在战争中我们讲3个要素：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是吧？人和，台湾、美国、日本占了这一条，得道多助，这一点是的。但是中共占了地利，你美国不远万里的到中国边界来打仗，这个肯定是对美国不利，对中共利。所以说，中共占了地利，美国占了人和，这中间还有一个天时。所以这次阿富汗的这个事件以后，给中共感觉到了、看到了这个契机就这个时机。中共一直虎视眈眈的要跟美国打一场反介入作战，他就是在不断的捕捉战机。这个战机对中共很重要。这一次发生了阿富汗这个事情，他也把它当做一个战机来对待，啊，后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，这个机会啊，中共会切入的机会，他时时刻刻他忘不了，他要抓住这个战机，啊，那如果说跟美国打一仗，我们分析一下，美国如果是，打赢了，他就没这个机会了，中共就没这个机会了。如果美国打输了，甚至打平手了，心有余悸，到台湾海峡军舰过来到台湾海峡，他们心里有点害怕，这也是中共的一个契机。所以这次就讲了，他的真正的目的呢，是在做准备，
包括我还了解到，他们现在在全面出击，准备在南海还有军事演习。这个演习计划我还没有拿到，啊，他就是说，目前的看就是在台湾海峡，在东海，战场将来会建立在西南角，这个西南角对他的利益更有利。就是说，中共抓住了这个机会呢，就是告诉台湾，他也知道台湾现在的这个很多人心惶惶，很多人对美国不是很那个相信啊，因为美国毕竟在这70多年之间呢，确实好几次抛弃了台湾。这个让台湾人民心里面呢，心里的有点顾虑。那中共抓住这个机会，所以说这次的16、17号以来的这些次演习，主要是心理战，军事上没有实际的动作。